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杰拉这位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他的辅助兑现情况。这里辅助装的话是选择做了送盾，像杰拉现在是完全改了啊。他现在是一技能的话，还是就是这次小版本改动是虽然说削了，但他之前太强势了，因为他现在二技能是这样子，二技能完全改变了他整个，以前是必须得大招才能让那个种子变大，变得那个生命值增加，然后攻速增加嘛。现在就是你只要释放 Q 和 E 以后，他那个直接 W 技能就可以增加了。然后 Q 技能只要命中的英雄越多是吧？好像是最多3个还是几个来的，就可以那个就可以三四个吧。如果你打得好的话，这里一技能的话还是跟原先一样，只不过这次削了以后，二技能和3技能那个 CD。都变长了，然后还有种子的那个伤害变弱了，现在，但是对野怪伤害变高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待会再看到这局的时候，对面的打野是杰嘛，但这局因为这位辅助绝活哥啊，是吧？他杰的那个刷野经济啊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受到了影响的，所以为什么？待会你会看到，他第一件的话是选择做了那个大面具哦。这里的话给队友一个信息，对方还有治疗的。对面的杰啊，少了一组野怪，是到不了5级的，所以这波其实让打野找波机会。这里的话，对方打野应该没5级，杰在下面漏了，那这里的话上路可以稳稳的抓，这里已经到位了，可以 EQ 直接上的。哦，这里盖住。秒掉，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下路被抓，然后上路可以抓对面。前期的话就用自己的 Q 和 E 技能去找机会，然后看打野来找节奏。杰拉的话最好还是配一些强势一些的那个什么辅助啊，那个。射手说错了，就是起码不会让自己那么难受的射手。那前期没有兑现能力的射手，对于杰拉来说也是个折磨，因为杰拉的话前期并不能加盾啊，或者说给到队友一些争议啊，而且控制的话，它也是 Q 和 E 技能的啊，那个控制的话要求太高了，而且没什么伤害，前期的杰拉。只有 Q 技能的话，能打一个消耗吧。但如果说对面选个加里奥辅助的话，你会发现他可以扛着你的伤害。射手前期如果没有兑现能力比较差的话，还是很难受的。哦，这里的话是带了僵尸守卫啊。但如果我觉得稳一点的话，还是带超燃，能让那个技能 CD 会短一些。但有僵尸守卫的话，伤害会更高。不是，他是眼球嘛，说错了，不是眼球，搞错了。眼球的话就稳一些了，但辅助来说确实排眼会更好，但看你自己选择吧。这里给个眼，
给个自己的小种子当做一个眼，然后把这个1塔看看能不能拆掉。哦，这里快速拿到了一个1塔，1技能要接大招，但艾克直接大招回去了。对面也是有点神奇，过来以后点燃，然后加个大招，然后就跑了，然后回去又要挨辛德拉着打。反正前期的双人路对线的话，只要不是很炸裂，然后让射手手长一些，或者说有点对线能力的话，不要薇恩这种啊，对线能力一点都没有，那会很难受的。这里的话来变奏，来中路，1技能控到就直接秒了。Q 的话 CD 短，所以拿来当视野会更好。E 技能的话一定要留住。这里的话是主 Q 副 W 哈，因为 W 现在 CD 很长，好像10几秒。这里E技能看怎么放，直接放大招，E技能贴 Q， 瞬间把这个种子打出来，然后利用 W 强化以后，那个输出还是打出来了。就他这个3个种子同时打出的伤害还是不差的，都还不错。这里的话掉2组野，对面的杰就很难受了。再把他的野全部刷干净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啊，做了那个什么以后的面具。但这里对面艾克这样子杀残血啊，大招还是没死掉。像中2塔这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很大的优势，是不可能推掉的嘛。其实这里过来反野就对的，刚刚那边反到一半，队友就直接去那边了。所以现在的杰拉，你不要第一件千万不要着急做那个冰杖啊，冰杖的话收益太低了，而且伤害很低。有面具的话，你就可以去反对面的野，找机会就去反。但是你要保证自己对面已经漏了点，或者说已经就是说啊不在这边，因为或者说队友在身边。像对面的杰其实基本上可以说是丧失了野区的。但这边没有去压制对方野区哦，杰的话现在吃完了，那就要围绕下半野区，他的野的话应该差不多要刷新了的。这种情况下就是双人路站中，然后中路去边路，这样的一种方式。这里稍微得注意一下杰的位置，杰的话是在红 buff 区域了。哦，果然开着屏障绕过来了。这里找机会打一套，抬到了，那队友的话应该能收掉。杰拉这英雄感觉，就是你如果说他这样子刷野的话，其实他不纳入辅助的一个评分系统里面，所以感觉杰拉现在更难去做到那个叫什么，更难做到那个叫什么，拿到一个评分了。
对啊，我感觉是更难拿了。这种四足野区，对面杰根本就没发育空间了，就等于就是2个人在反他的野，你知道吧？这里再把这个河道蟹也给反掉。第2件的话就要做这个冰杖了，因为要给一定的控制，不然的话得让对面难受一点。你没有控制的话，你那个种子打出来伤害其实没有减速。打的话就是人家一下脱战拉开了距离，你就很难打了，就逼他们要教技能啊，位移技能，逼出来就是赚。这里的话回来刷自家野区了，这里的话就是这种情况下还能过来过一下线，但唯一差的就是这点，杰拉这个英雄呢。没有位移技能，所以你一定要去注意地图，或者说就在队友附近，这种情况下队友才能赶过来，而且这种是高分段，如果低分段的话，其实队友根本就赶不过来，很难受。我尝试了一局这样子的，就是队友不太行，然后你过去的话，队友都不支援你的，我发现。要等你一个人硬拖死对面，把对面2个弄残了，技能全交了，然后队友再过来收人头，很难受。哎，对面落地，E技能没压到起身，不着急，武器顶不住。那这样的话可以稳稳的把这个大龙给拿下。哎，打一套消耗。这里的话把他蓝打完这个大龙，把他蓝给反了，对面很难受，但没办法，有苦说不出这个节，就在这蹲着，但应该是跑掉了，留了有影子的。像后期的这种全体 buff， 哇，有杰拉这种自己去偷的话，对面巨难受。如果不是前面一直反对方杰的野区的话，估计这个杰的经济有12000了都。你看这里又把他的 F4 给反了，然后青干也把上路的石头给反了，他哪有什么野？哎，这里一个翼闪，找到机会。这里的话应该是压不过去了，毕竟大龙的话就剩下10来秒了。这里找机会把他的红给反了，甚至可以隔墙打到。看杰清完兵线过来想拿红，哎，我的野怪呢？这里再把这个河道蟹给清掉，也不给对面拿。像你想学翼闪的话，你就是起手的时候你感觉是歪的，但只要你闪上去了，它的位置就是正确的，一定要去练。这样子就是利用这个种子在人前去打一个消耗。对面巨难受。说实话，种子削是对的，不削胜率我觉得很恐怖。那时候我就说过，杰拉这个英雄那时候这样子，比如说 Q 技能可以多个的话很变态，然后利用2技能以后那个增强。现在的话大招就比较废了，大招的话就是单纯的只是抬个伤害，限制对方嘛，给个减速先给减速，然后再给那个
大招的，只要有人在里面的话，可以有那个大招的那个击飞。这里的话，想拆这个塔的话不好拆了，还是得等下一波小龙大龙，再把他的蓝给反了。这里放个野啊，放个那个加强一下。 对方强行上，那这波的话应该是跑不掉了。艾克的3环一直在给，但艾克的话，这里一个大闪想操作，哎，反把这个金克斯反秒了。就是这里面有个点啊，所以杰拉不能配一些那种太差的英雄，不然真的对线好难打。 哎，这里把武器秒了，对面杰斯雪应该是不敢过来。对面，但是这种杰拉就很难拿评分，因为辅助一是助攻，二是那个护盾治疗量，然后其次就是扛伤量，就是那种肉的扛伤，最后是控制。 然后你这里前期又没有做面那个冰杖，冰杖的话，那个有减速就可以计入那个控制时间嘛。但你早就是等于就是起码10分钟吧，接近就是7、8分钟的时候是没有那种就是没有冰杖控制的话，起码你短了多久？第一件做出来其实大概都要7、8分钟的样子，然后你到了第2件。 冰杖做出来已经12、13分钟了，这里面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下，就是你吃了对面很多野，所以才比较快做出来这个冰杖。但如果理想差一点的话，你可能第2件都是做的有点慢的。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推塔赢了，基本上是对面没什么太多的赢面，因为对面的杰没资源，根本就刷不起来。 好，那这里的话，第1局就结束了，接着还有1局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看哦。